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有种差距叫诚意于书，星河梦姐1年级8年后，3人差别明显。庆余年2播完了，五竹的纯真依然让观众心动不已。他那种淳朴的性格，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啊！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有人愿意为范闲付出一切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那这个人一定就是五竹，他绝对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。五竹虽然是在剧情快结束时才亮相，但他的出现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，大家都特别激动。童梦石演的五竹，就算蒙上眼睛，颜值也超能打，直接吸了一大波粉丝。有意思的是，童梦石之前还上过综艺节目1年级呢。8年了，当年一起共事的那些同事们，现在的发展简直千差万别，差距大得很啊。程毅挺有名，在1年级里也算个大咖了，就是演技还得再练练。程毅在1年级前默默无闻了整整4年，那时候他演的都是些小角色，几乎没多少人注意到他。2016年，程毅在1年级这档演技综艺中大放异彩，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。但是呢，真正让程毅在这1年里开始受到大家关注的，还得说是那部《青云志》。程毅因扮演了王俊凯长大后的角色林惊羽而迅速走红，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当年的程毅青涩得很，虽然脸型有棱有角，但现在看起来更流畅自然了。程毅那时候因为戴了个便宜头套，看着有点呆。虽然颜值和剧情都不太给力，但他演技还挺稳的，就这样撑起了整个角色。后来，程毅遇到了事业的低谷，不过好在琉璃的播出帮他扭转了局面。司凤和玄机的虐心之恋看得观众都哭了。程毅也因为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的戏路，那就是演那些命运坎坷、受尽苦难的角色。他特别擅长演那种心碎又吐血的戏码，看得人好心疼。程毅在《琉璃》这部剧里造型真的很亮眼，特别是他戴面具的那些场面，简直太惊艳了，让观众们都看呆了。《琉璃》大火后，程毅成功在古装仙侠剧领域站稳脚跟。之后，他又主演了多部热播古装剧，像《沉香如屑》和《莲花楼》等，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追捧。不过，程毅的短板也挺明显的，一旦跳出他擅长的古装剧圈子，他的演技短板就藏不住了。程毅演的现代剧《底线》和《南风知我意》都没啥大火，说到底还是他在这几部剧里的演技不太给力，大家看了都觉得差点意思，所以这些剧的热度也就一般般了。程毅古装发型超帅气，一换现代剧就普通了，甚至有点苦相。古装发型让他看起来特别英俊，但现代剧中相貌就显得平平无奇。没了头套加成和悲惨设定的同情，程毅演活泼角色让人觉得有点别扭。观众可能不太习惯他这种风格，毕竟之前他的角色都挺深沉的，现在突然变活泼，确实有点难以接受。程毅讲台词时，嘴巴好像总是没完全张开，说的话也含糊，让观众听起来挺费劲的，感觉不太舒服。程毅在尝试了几部普通古装剧后，终于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古装剧领域，找回了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。这次他算是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，相信会有更出色的表现。程毅接下来要播的5部剧全都是古装片，而且好多角色都跟他以前演的那种命途多舛、性格软弱的类型差不多。这些角色对他来说应该很熟悉了，毕竟都是那种命运坎坷、性格柔弱的类型。程毅现在34岁了，不知道他还能在古装剧里火多久，反正现在的赶紧考虑转型了。程毅要是总待在舒适区里，没能展示出他出色的口才，
那她的未来可真让人捏把汗啊！咱们观众可都期待看到她更多的进步和突破呢。孟子义演技在线，却缺流量。孟子义跟程毅可是老相识了，当年在1年级里，他走的时候还给程毅表白过呢。虽然演技不错，但流量方面确实差了点。程毅一听到告白，马上跳开老远，一脸困惑地问：“真的假的？”后来孟子义澄清说那只是个玩笑，不过有些喜欢两人 CP 的网友还是挺激动的，觉得他们很搭。看他们俩脸上的表情，也像是在互相试探，有点小心翼翼的。虽然孟子义和他的老同学都来自1年级，但显然他的发展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当年孟子义靠着军训照片成了北影校花，真是美得不行。不过啊，他的美可是带着点攻击性的，这也让他受到了不少争议。孟子义曾和袁咏仪发生过冲突，在拍《陈情令》时，他私自给自己加戏。更过分的是，在郭敬明的剧组，他还擅自改装。孟子义多次解释澄清，但总被各种非议缠身。网友通常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导致他一直处于舆论漩涡中。虽然孟子义长期投身于演艺事业，但受限于不太好的口碑，他一直未能拿到什么重要的角色。2019年，孟子义因在热门剧《陈情令》中扮演温情角色而备受瞩目。不过，他也因为增加戏份和因投资而进组等争议，引发了众多争议和质疑。网友们在《50公里桃花坞》这档综艺节目中，才发现了孟子义的真实性格。孟子义真是个奇葩美女，脑子不走寻常路。虽然总被大家议论纷纷，但她那超强的迟钝力让她过得超级开心。看过50公里桃花坞的观众都对孟子义赞不绝口，她的人气逐渐攀升，现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孟姐。她凭借真实和自然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口碑也越来越好。另外，孟子义在电视剧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里，虽然剧情不尽如人意，但她却凭借精湛的角色塑造技巧，成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，让不少观众都看到了她的实力。孟子义真是厉害，她演的角色都不用化妆就能显得超坏，全靠她那双眼睛，充满了绝望和仇恨，看得人都惊呆了。大家都说，原来演技好到这种程度，聪明劲儿都能演出来啊！网友犀利点评：就算孟子义遭遇猛烈抨击，他的演技却始终未受质疑。孟子义口碑回暖，演技也备受肯定，但唯独缺少让人信服的作品和足够的关注度。他需要更多优秀作品来展现自己的实力，同时也需要更多粉丝的支持和关注，才能在娱乐圈中更进一步。孟子义的新剧《九重子》即将上线，这部剧的女主复仇剧情真是让人看得过瘾，风格跟《墨雨云间》还挺像的，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。九重子的花絮虽然才发布，但一张主角骑马接吻的照片已经掀起了一阵热潮，大家都被惊艳到了。网友豪气冲天地说：“哪怕是大便，我都要去尝尝味道如何。”孟子义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，不断向前迈进。虞书欣多才多艺，但每项都一般，跟前面2位比，虞书欣算是出道即巅峰了。2016年，他一出道就加入了1年级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先演了一堆角色才获得机会。他可以说是样样都涉猎，但样样都不是很精通。其实虞书欣和孟子义现在的处境挺像的，两个人都受到了很多争议，观众对他们的评价都不太好。虞书欣面临的舆论压力比孟子义要小得多，跟后者遭受的集体攻击相比，他算是轻松不少。虞书欣演艺事业起步不顺，但他果断转向热门选秀舞台，凭借出色的表现，以第2名的好成绩顺利出道。2020年那会儿，虞书欣演了部电视剧叫《下一站是幸福》，
虽然他演的是配角，但演得特别生动，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他。他真的是个很会演戏的演员，每次都能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的。紧接着，虞书欣又接连出演了《少主且慢行》和《月光变奏曲》等一系列精彩作品。这部剧虽然没大火，但剧情确实精彩，口碑也特别好，看过的观众都赞不绝口。虞书欣事业上的大转折来了，那就是《苍兰诀》这部剧。这部剧给她带来了不少机会和认可，让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虞书欣演活了小兰花，她的出色演技展现出了角色的纯真和悲悯，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。另外，虞书欣和王鹤棣的默契 CP 感简直让人上头，好多网友都被他俩迷得不行，人气也嗖嗖的往上涨。但是自《苍兰诀》之后，虞书欣似乎踏上了一条平凡冒险的道路。其今朝里，虞书欣那奶声奶气的演绎和略显浮夸的表演，让她的演技评价不断走低。虞书欣在现实中特喜欢网红妆，总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的，这让观众挺纳闷的。虞书欣啊，得好好琢磨琢磨演技了，别再走那种幼稚路线了，得往成熟点发展啊！虞书欣有2部新剧要播，一部是穿越古代的，另一部是现代的偶像剧，演员阵容都很吸引人。现在就等看她能不能摆脱那奶声奶气的嗓音了，真是让人期待啊！一年级播出8年，程毅、孟子义和虞书欣3人境遇大不同。如今，他们各自在娱乐圈里走出了不同的道路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！演员想要吸引观众，关键是要不断塑造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魅力，让观众一直关注你。所以，能不能持续演好角色，真的特别重要。